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在上一集啊，我们讲了所谓的第一阶导函数判别法，那也就是所谓的 first derivative test。好，那第一阶导函数判别法教你什么？教你要怎么找你的这个所谓的 local extreme point。好，我们来直接看第一个例题。来，我们看第一个例题，例题3.3.7啊。好，他说他有个 y 等于 f of x 这个函数啊，那这个函数等于 x 的6次方减上3倍的5的 x 次方，5x 的5次方，然后他叫你做什么？他说 find 找 the local extreme point， 你要找什么？找这个局部极值点。好，那各位同学记得了，我们有讲了哈，我在上一集也特别解释到什么叫总统，什么叫总统候选人。好，记着啊，你要找 local extreme point， 你一定要先找什么？先找它所谓的 critical point。好，我上次有做了个比喻，我说 local extreme point 就是什么？总统。好 ，critical point 就是什么？总统候选人。好，你要成为总统，你要先怎么样？先成为总统候选人。好，那记得了，总统候选人不一定会成为总统哦。好，你要经过什么？你要经过第一阶导函数判别法的检验，成功以后你才可以成为总统哦。好，所以现在你要找什么？你要找 local extreme point 啊，意思就是你要找总统了。好，那你一定要先找什么？找 critical point， 找 critical point。好，那我们怎么找 critical point？ 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复习一下什么叫 critical point。critical point 就是什么？一个内点。好，这个点是 domain 里面的一个内点。好，这个点是 domain 的一个内点，而且它的第一阶导函数等于0啊，不然就是它的第一阶导函数不存在。那这种点叫什么？叫做所谓的 critical point。好，所以牵扯到第一阶导函数嘛，那你现在就开始算它的第一阶导函数。好，你的 f of x 等于这个 x 6次方减上3倍的 x 5次方。好，所以我先算。好，他说因为啊，我算它的第一阶导函数就是它的 f prime of x 啊。好，我把它微分一下。好 ，x 的6次方微分来，各位同学，我们再复习一下 x 6次方微分等于什么？等于什么？用什么？用次方公式，用 power formula。好，把次方剔下来，次方减1，次方是6啦，把6剔下来6，哈，来6减1，那变5啦，6乘上 x 的5次方嘛，次方剔下来，次方减1，那就等于6倍的 x 5次方了，一样的。这边是 x 5次方 ，x 5次方一样，你用什么次方公式 power formula 来一样。把次方剔下来，次方减1，次方是多少？5剔下来，5减1变成4次方了 ，x 次方。好，记得 by constant multiply， 前面有一个负3啊，所以5乘负3等于负15啦。好，那我们把它的第一阶导函数把它稍微整理一下。好，稍微整理一下，这里是6，这里是15啦，所以我提出一个3来啦。这里是 x 4次方，这里是 x 5次方啦，所以我提出所谓的 x 4次方来了。好，所以第一项剩下 2x 啦，那这一项变成剩下负5啦，所以我把它做一下，这样整理一下了。好，所以我的微分等于这样子了。好，因为你的微分等于这样，那这样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任何一个实数 x， 它的微分都存在。再讲一次。任何一个实数 x， 它的微分都存在。比如说，你要算 f prime of 1，那你只要把1带进来就好了。好，你要算 f prime of 2，那你就把2带进来的意思。好，那各位同学记得我讲这句话是吗？意思，任何一个实数 x， 你的微分都会存在。好，所以第二句话他讲什么？他说，所以 f 是 differentiable， 是可微分的。在哪里可微分？在整个实数是可微分的。在整个实数是可微分的。好，为什么各位同学我一直在强调说，对任何一个实数 x， 它的微分一定存在？那就是说，在整个实数的任何一个点，它的微分都是存在的。意思就在任何一点，它都是可微分的。好，我们刚刚讲说，我们要找 local extreme point， 那你要先找什么？你要先找 critical point。好，那我们说什么叫 critical point？ 它的微分等于0，或者微分不存在。好，我刚刚才讲，任何一个实数的点，它的微分都存在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你没有什么，你没有微分不存在的 critical point。好，你没有微分不存在的 critical point， 所以他说什么？好，那你只剩下哪一种 critical point？ 就是微分等于0的 critical point， 这种 critical point 了。好，那你看，那你想说没有微分不存在的 critical point， 那你只剩下微分可能等于0的 critical point。好，那我就令我的 f prime of x 等于0。好，那等于0的话，那就是这个3倍的 x 4次方乘上 2x 减5，这个等于0啊。那如果等于0的话，那就是 x 等于0啊，不然就是 x 等于5/2了。好，那意思就是什么？0跟5/2是什么样？
是你仅仅2个的 critical point。好，所以他说什么？所以0跟5/2 0 and 2/2啊 are the only 好仅有的 critical point。那仅有的临界点只有这2个点啊，好啊，这2个点都是使得你微分等于0的临界点，好，你并没有微分不存在的临界点。好，那意思就是什么？你要找 local extreme point， 好，要找怎么样局部极值点。好，那0跟5/2就是仅有的2个 candidate 啦，仅有2个的总统候选人啦，要成为总统了哈，只有这2个可能性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再来怎么样？我说。你要判别 critical point 是不是怎么样？是不是 local extreme point， 或者根本不是 local extreme point？ 你要用什么？我们说我们上一个定理学的叫什么？第一阶导函数判别法。好，所以你看，那你要检验第一阶导函数判别法，就是要检验它的 f prime of x 啦，它的导函数啦，它的导函数是大于0还是小于0啦？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先用画一条曲线来画一条这个直线来看一下。好，来，我们把这个直线画出来。一条实数线把它画出来。好，你有2个 critical point， 一个叫0跟5/2。好，你把这2个点在你的数线上。好，0在这边，5/2在这边了。好，你现在在判别你的 f prime of x 正还负嘛？好，所以我把 f prime of x 写在这边了 ，f prime of x 啊。好，就是你的第一阶导函数，我把它写在这边了。好，来看一下各位同学，这里是 x 次方。所以这个 x 次方一定是大于等于0啦。好，不管 x 是任何一个实数咯 ，x 次方一定是大于等于0啦。所以这一项不会牵涉到你 f prime of x 的正负号啦，跟你的正负号没有关系，因为这里一定是大于等于0啦。那跟你的正负号有关系的只有 2x 减5啦。好，那意思就是说，如果 x 大于2/5，x 大于2/5。好，在2/5的右手边，好，你的 f prime of x 一定是正的嘛？好，一定是正的嘛？好，那如果你的 x 小于2/5，好，小于2/5，在2/5的左手边，好，那一定你的 f prime of x 一定是负的。好，那当然这里负的当然不包括0啦。万一你是 x 如果等于0的话，你的 f prime of x 等于0了。好，当然不包括这一点了。好，那意思就是说。在5/2的右手边都是正的，在5/2的左手边都是负的，但这个负的地方不包括0这一点了。好，那我们说什么叫第一阶导函数判别法？来，我们先检验一下这一点。好，先检验0这一点。好，0这一点讲什么？0这一点的左手边，你的导函数是负的，右手边导函数也是负的。那我们上一个定理叫什么？第一阶导函数判别法讲什么？第三点讲什么？如果 f prime keep a constant sign， 好，就是在那2个开区间，哪2个开区间？从 c 减 delta 到 c 的开区间，连级上 c 到 c 加 delta 的开区间，在这2个开区间的连级，如果它是什么 keep a constant sign， 那意思嘛，就是它保持正或者保持负的话，则这一种点一定不是一个 local extreme point。好，所以看一下0的 f prime of x 从负到负啦，在0的左手边是负，在0的右手边也是负啊。抱歉，所以0一定不是什么，0一定不是个什么，不是个 local extreme point 啦。好，来看一下5/5，来2/5讲什么？2/5的左手边，2/5的左手边，我的 f prime of x 是负的。好，2/5的右手边，我的 f prime of x 是正的。那这个5/5是嘛？它的导函数是嘛？在它从负的到正的。那记得啦，我们在第一阶导函数判别法的第二点讲什么？从负的导函数从负的到正的。那这5/5就是一个什么？一个 local minima point， 一个 local minima point。好，那各位同学，当你在写数学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哈。我们的第一阶导函数判别法，它有2个条件。第一个，你那个 C 点一定是一个 critical point， 而且第二个要求，你 f 函数一定在 C 点是个连续函数。好，那你就可以用第一阶导函数判别法。好，所以我们根据这样，我们把数学把它写完。所以你看说，因为 f 是 continuous， 在哪里 continuous？ 在0跟5/2是 continuous。那为什么 f 在这里是 continuous？ 因为我们知道 f of x 是一个多项式函数。好，各位同学如果没有忘记的，我们在第1章连续函数，我们有证明说，任何一个多项式函数
都是连续函数。事实上，我们不是只有证明任何一个多项式函数，事实上我们也证明了任何一个有理函数 （rational function）， 好，只要是分母不等于0的那种点，都是连续函数。好，虽然是多项式函数，那当然就整个实数线都是连续的，所以它当然 f 当然是 continuous 在0跟5/2。好，所以这个满足我的第一阶导函数判别法的条件，所有条件。那0跟5/2当然是 critical point。好，所以我们刚才判别了0 is not a local extreme point， 那就是0不是一个局部极值点。好，那我们刚刚也判别了5/2是一个 local minima point， 是一个 local minima point， 因为它的导函数从负的到正的。如果导函数从正的到负的，那就是 local maxima。好，再讲一次，如果导函数从负的到负的，则这个不是一个 local extreme point， 或者你的导函数从正的到正的，也不是一个 local extreme point。好，这是第一个例题。来，各位同学，我们看第二个例题哈。来，第二个例题说什么？好，我们第二个例题跟第一个例题很类似，我就不需要再解释这么多。来看第二个例题，例题 3.3.8。好，它给我一个 y 等于 f of x， 那这个 f of x 等于 x 的2/3次方这个函数了哈。它一样，它叫你放的 local extreme point， 一样找它的局部极值点。好，来看一下。我们刚刚完全找法一样，你要找任何一个局部极值点，一定要找所有的什么？所有的总统候选人，那就是你要找出所有的什么 critical point。好，所以那既然找 critical point 一样，你先算算它的微分。好，来看一下我的 f prime of x，f prime of x。好，我的f of x 等于什么？等于 x 的2/3次方，所以我的 f prime of x 它一样。来，记得啦。我们刚刚用了 power formula， 你的次方都是一个什么？都是一个整数。好，那各位同学如果没有忘记的话，我们事实上我们的 power formula 已经证明到哪里？证明到任何有理数的 power formula 都可以用了哈。我们在隐函数那一节证的啦哈。好，在任何一个 power formula， 它的次方是有理数都可以用了。好，现在次方是2/3啊，2/3哈，所以我的 power formula 一样可以用哈，2/3有理数一样。次方公式 power formula 跟你讲，次方踢下来，次方减1，次方是3/3踢下来这边，好，3/3踢下来，好，那3/3减1就变负的1/3了，负的1/3，我把它放到分母去，就变 x 的1/3次方分之1啦。好，这里本来这一项 x 的1/3次方分之1，这一项本来是 x 的负的1/3，好，那我现在把它踢到分母去，就会变作 x 的1/3的1/3次方的分之1啦，变成这个样子了。好，它微分是这样。好，那看一下，各位同学，微分等于这样的形式，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？这里 x 1/3次方是在分母，那代表什么？当你 x 等于0的时候，你微分不存在哦。x 等于0的时候，微分是不存在的哈，因为 x 等于0的话，你 0变跑到分母来了嘛哈，所以代表 x 等于0，你微分不存在哈。那除了0以外，你任何一个 x 点，好，除了0以外哦 ，x 不等于0x 除了扣掉0以外，任何一个 x 如果是实数啊，它微分是存在的，好，所以他说什么？他说，因为 f prime of x 等于这样，所以他说 f 是 differentiable， 是可微分的，在哪里可微分的？在整个实数线扣掉0以外，扣掉0点以外，好，所以说换句话讲，除了0以外，它微分都存在。好，那我们说什么叫 critical point？critical point 有2种，一种是什么？微分等于0，或者微分不存在。好，那这个微分不等 x 等于0的时候，微分是不存在，好像0点就是一个 critical point。但是同学，我要提醒各位同学一件很重要的事 ，critical point 本身一定要什么？是 domain 里面的一个内点，一个 interior point 才可以哈。如果万一你微分不存在，但是那个点不在 domain 里面，好，我们记得我们讲 critical point 那一集，我们有给你一个例题哈，说没有错，那个微分虽然不存在，但是那个点并不是在你的 domain 里面，你的定义里面，那一种点并不算 critical point。好，那看一下这个 x 等于0，如果0的话，请问一下0有没有在这个函数的 domain 里面？有。因为这里是 x 的2/3次方，那意思就是 f of 0等于0啦。
好，没有错。所以零是在这个 domain 里面，而且是一个内点。事实上，它的 domain 是整个实数啊。好，那它是一个内点，所以没有错，而且在零点的地方微分不存在，而且零又是在 domain 里面，好，在 domain 里面的一个 interior 一个内点。好，没有错。所以我们就说零是怎么样 ？is the only critical point。好，那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刚刚探讨的这个零是什么？是微分不存在的 critical point。那有没有微分等于零的 critical point？ 来看一下，这个等于零的话，有没有可能有解 ？x 对 x， 如果这个 f prime of x 等于零，那这个有没有解？没有解啊，因为你 x 是在分母，没有解，不可能有微分等于零的 critical point。好，再讲一次，这里并不可能有微分等于零的 critical point。好，所以只有这个微分不存在零的 critical point。所以零是什么 ？is the only critical point。好，那你再来一下，下一步要做什么？好，当然很容易的，你看出来 f of x 等于 x 的2/3次方，所以你就知道 f of x 在零点是连续的哈，因为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次方，任何一个 power 一个次方的一个多项式啊，好。不，一个函数啊，我们都是什么？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连续函数哈，所以在零点的地方它是个连续点哈。那所以这也满足我们的第一阶导函数判别哈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来把图形稿画出来哈。一样，我们画一条实数线。好，那一样把 f prime of x 放在这边。好，那把你的 critical point 放在这边。因为你只有一个 critical point， 好像上一个例题有2个 critical point， 啊，这个例题只有一个 critical point， 我把它放这边。好，那我们判别一下。来，当 x 大于0的时候，没有错，我的第一阶导函数就大于0，好，大于0在这边没有错。当 x 小于0的时候，记得这里是开立方根啊。如果 x 小于0，你的 x1/3次方当然是小于0了。好，所以 x 小于0的时候，在0的左手边是负的，所以你的 f prime of x 在0的左手边是负的。好，所以没有错，我的 f prime of x。好，我的 f prime of x 在0的左手边是负的，在0的右手边是正的。好，所以我的导函数从负的到正的，所以0是一个什么点？0是一个 local minima point by first derivative test。好，所以你看一下，我们数学最后一句话把它讲完。来，他说什么？所以因为 f 是连续，在0点连续，这我刚刚解释过了。好，所以我们就知道0是一个什么 local minima point， 因为它导函数从负的到正的。好，那这个是用什么？用第一阶导函数判别法。